我宴请了一众顶级明星和富豪，为老婆补办盛大的婚礼。去丈母娘大闹婚礼现场，不仅当众掀桌砸场，还认定我是个靠卖老婆才换来如今地位的畜生。然而，当他们通过千万粉丝主播的直播间得知真相后，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荒唐。看吧，我就说是吹牛的，怎么可能吗？他真那么厉害，还会……严格来说，叶先生只帮我们赚了120多亿。因为他借了20亿时，我们做过约定，其中10%的利润要归他，所以虽然还回来160亿，但去掉20亿的本金，再去掉属于他的10%，我们公司还剩下126亿。126亿，小九在心里默默算了下来。所以说，叶先生2个星期不到，给自己赚了14亿。手机前的唐景松、宋月如等人也已经呆住了。差不多吧，叶先生是我至今为止最佩服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一开始我提出要和他55分账，但他拒绝了。说真的，上百亿的资金放在眼前，有几个人能忍住内心贪婪的？就算是我自己，可能也忍不住。大家说这样的人，全世界能有几个？2个星期14亿，我的天，这得是我的多少倍啊！唐景松费尽所有的力气，才结结巴巴地问：我没听错吧？是14亿还是14万？14亿。唐景松看向宋月如，也就是说，微微现在是亿万富翁的老婆。宋月如脑子闷了，她不想承认，可又无法否认这个事实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一直以为脑子进水的女儿，现在竟然是个亿万富翁的老婆。按照婚姻法规定，叶枫是在婚后获取的这部分财产。如果他们俩离婚了，那么微微不是立刻就能分到7亿了？此话一出，唐明海就突然问道：“你们说，叶枫和微微现在还是夫妻吗？”唐景松和宋月如身子一颤，感觉脑袋像要爆炸一样发胀。对呀，虽然叶枫给微微重新办了一场婚礼，但他们到底离婚没有？有没有可能已经离婚了，但没跟别人说，现在只是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？听到这话，唐景松瞬间坐不住了，他看向唐明海：“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。”怎么问？问他们俩离婚了没有？那笔钱还能不能分到？微微不骂死我才怪！看到父母脸上的不安，唐明海叹口气道：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早说过小妹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不该干涉太多，你们就是不听。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，知道后悔了？万一他俩真的离婚了，你说小妹损失得多大？”换成以前，唐景松早就跳起来抽唐明海嘴巴子了，可现在他只能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也不知道那小子有这样的本事啊。”此时宋月如也无比后悔今天掀桌子的行为。完了，我今天这桌子一掀，万一让他们俩的感情彻底破裂，吵架了，甚至打起来怎么办？还有我以后怎么跟叶枫相处啊？想想以后见面的场景，他就感觉尴尬到无地自容。唐明海却摇摇头道：“其实你们也不用紧张，我觉得叶枫并不是小心眼的人。虽然他以前喜欢跟我们对呛，但大概率是心里不服，觉得我们看清了他。不过人家那么有本事，却被我们轻视，谁能高兴啊？如果他真是个小心眼，当初就不会去救爸，更不会给爸几十万用来安慰了。”等会儿，这么说来，他当初给的几十万也是他自己赚来的钱。当然啊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是葛清泉给叶枫的脏钱啊？我还一直觉得那是叶枫卖老婆得来的，所以后来就让你拿去还给他了。对了，那些钱呢？你还给他了？唐明海一个机灵，赶紧强装镇定的道：“没有，他不愿意要，让我先留着，等以后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。”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此时直播间里的小九又疑惑道：“听说叶先生是北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？”没有错，叶先生的确是北区项目的负责人。当初从地块的选择到项目的规划，再到目前的实施、盯控、监督，都是由他来负责的。我们4家房产公司其实只是充当工具人的角色。天啊，原来叶先生这么厉害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你的意思是说叶先生长得不帅吗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，叶先生还是挺帅的，可惜已经结婚了。听着手机里传出来的对话，唐景松和宋月如忽然觉得2条腿都有些发软。那么大的项目，竟然真是叶枫负责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被我们骂了好几年的废物，不但拥有10数亿财富，更是1000亿级项目的实际负责人。完了，我还抽过叶枫巴掌，如果那小子记仇怎么办？就算他不记仇，我又该怎么面对他？是该先道歉吗？行了，你们俩别自己吓自己，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了。叶枫真想报复的话，早就报复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好像也是这个道理。可是别可是了，要不然我们抽空去找小妹，一方面看看他们的新家，另一方面也缓和下跟叶枫的关系，怎么样？唐景松听得沉默不语，宋月如有点异动，但刚掀了桌子，也不好意思直接答应。另一边的唐仲威坐在车上，心里还是有点淡淡的难过。别难过了，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是可以十全十美的，能有10之7八满意，就算万幸了。老公，对不起呀，我妈她以后不要为了这种事道歉。长辈做事总有他们的道理，也许在我们看来是蛮横的，但在他们的角度可能是没错的。其实说到底，还是我以前太差了，所以应该是我跟你道歉才对。唐仲威一路没有再说话，直到回了别墅，他一把抱住叶枫，送上了自己的香吻。2个半小时后，唐仲威想起今天葛清泉在酒店里说的那些话，他有些担心的道：“你说葛总干嘛那么多嘴？要说你赚了这么多钱，电影里不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绑架有钱人家的孩子吗？万一……”好了，葛总也是好意，想帮我抬高社会地位。再说这事也瞒不了多少人住着这样的房子，就算他不说，难道别人会觉得我们很穷吗？你也不用想那么多，回头我去物色个合格的保镖，每天负责接送诺诺上下学好了。行吧。这时候叶枫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发现是唐明海打来的电话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好。妹夫，爸妈这边已经大致相信了你的成就，
可能他们最近会来串个门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大哥，你这话就有点见外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比微微还想请他们来家里呢，又怎么会介意？嘿嘿，我就知道贝夫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。不过我妈她的确做的有点过分，我在这儿替她跟你道歉了。她这人性子直，自尊心又强，有时候拉不下脸面。没关系，别人的100个看法也比不过家人的一个眼神，孰轻孰重，我还是能分清的。你们来的时候提前说一声，到时候我买点菜，多做点吃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听见了吧？我就说叶枫没这么小心眼的，人家胸怀宽着呢。嘿嘿，我也没说他小心眼，这不是担心吗？我先说好，最近几天我有事，可不会往他那跑，回头让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知道女婿有钱，上赶着去巴结他呢。刚才还一脸的担心，现在转眼间就变了，让唐明海哭笑不得。所谓的怕人家笑话，还不如说是你自己的自尊心受不了。不过什么时候去都成，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。第二天，叶枫来到了荣城一家非常专业的保镖公司。还是叶先生出手大方，100万请几个保镖，像您这么爽快的人还真不多见。钱不是问题，但是保镖一定要给我安排最专业的。您放心，能让您掏这份钱的保镖，绝对是行业里顶尖的存在。一会签完合同，我们就立马给您安排人手过去。行。老公，救我！我们被绑架了。叶先生，兄弟几个实在太缺钱了，想从你这借点，无奈之下才请了地位和侄女来玩玩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